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魏仁律师。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想法。如果你想听听一个普通人的观点和故事，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上周受瞩目的治安跟个资新闻。这个礼拜我仍然会把议题集中在一起，发生在高雄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是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数字824号刑事判决。OK，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在这边他这边所提到的，这是联合新闻网的一个新闻，在国内知名钢铁厂担任助理工程师的黄姓男子，那他在公司解雇的时候，他在离开公司前将个人公务电脑的档案格式化的一个新闻。那在7月16号判决出来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判决是110年度数字824号。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判决。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是高雄地方法院，被告名叫黄志龙，我们就叫他黄某了。那他这边可以看到，他曾经在高雄的一间公司叫做海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担任炼钢厂的维护科的助理工程师。他负责的就是这边可以看到炼铸设备的日常巡常啊、故障排除啊、外包商监工等工作。但是他在这边109年的4月7日上午通知解雇后，那他就把存放在他个人保管使用公务电脑主机内的低槽电子记录全部格式化删除。那中也包括了设备的图档啊、衔接批啊、送修单跟请购单这些业务资料制成损害于公司。那简单讲了，就是这些资料有一些甚至只有纸本而没有电子档，或是还没有完成交接。那这样一来，公司就没有办法透过电子档进行刊物校对，或者是甚至还需要重新向厂商索取图面。因此这样子就造成了海光公司的损害，它造成业务困扰。而且不仅如此啦，在这边可以看到，在下面它还有一些利用上班的时候利用公务电脑连接外网浏览人力银行啊、脸书购物网站这些与工作无关的网页，然后向公司递交不实的加班申请单，诈骗了加班费共计3678元。那这些状况，这些都是被公司的资讯室工程师所截取出来的。OK， 那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在面对这些证据的时候，其实黄某他是不断的在否认他有任何的犯行，而且提出很多不一致的辩词。他是先说他没有删除公司的资料档案、业务资料，只有删除自己的工作备忘录。然后后来他又说他要把这些东西放在 C 槽，或者是上传到公司的网络硬碟。他又说他其实只是删除一些 Word 档心得的资料，他其实没有删除公司的机密，这当然都是他说的啦。至于诈欺取财的部分，他都说他有确实加班，他所用的公务电脑别人也都可以用，他把密码写在旁边。那这些话都跟事实其实有点落差。我们可以往下看到，比如说在下面放在电脑使用的部分，证人有证词，证人严某，他是在审理中他有看到电脑萤幕跳出啊，里面可以看到是不是确实要格式化低潮的警示视窗。那他当下就叫他不要再动电脑了。副厂长赖岳峰赖某，他说他有看到被告还在动电脑的滑鼠跟键盘，他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动了。但是被告并不听劝，然后等他更大声的喝止之后，他才停止了这些动作。我接下来还包括了工程师有看到他说我接触到被告电脑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他觉得电脑太干净，看起来被清理过，然后回去检视发觉都没有任何档案。我另外一个工程师他是在复原的时候，他说发现电脑的低槽已经被格式化，没有任何档案这些东西。其实法官就认为说这个都是可以去证明电脑有被黄某去做格式化这件事情，所以说法官认为他是在事后卸责而不足采信。那当然最后法院依照这样的状况，他判处了有期徒刑3个月，拘役30日，而且没收追征他犯罪所得。OK，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刑法第359条破坏电池记录罪，他提到
无故取得、删除或变更他人电脑或其相关设备的电子记录，自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60万元以下罚金。那他立法理由其实也有看到，他立法理由有提到，他的保护的法益呢是同时兼及个人及社会安全法益，而不是仅止于个人法益。他说，电脑已经成为今日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民众对电脑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若电脑中重要资料遭取得、删除或变更，将导致电脑使用人之重大损害。有鉴于世界先进国家立法律对于此种行为亦有处罚规定，原增订本条。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一个罪的立法是鉴于电脑的使用已经逐渐我们说取代传统的生活，而所有电脑的资料都是用电磁的记录呈现。那电磁记录可以表征一定的事实，譬如说财产啊，或者是身份的记录。所以说，对于电磁记录的侵害，就可能同时造成身份跟财产上，或是财产上的侵害关系，而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信赖。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论行为人所使用的破坏方式是怎么样，只要无故删除他人电脑或相关设备的电磁记录，就该当删除的构成要件。就是不管它是怎么样，是按 delete 还是写程式，或者用任何方式把这些资料给删除掉的话，其实它都已经触犯了刑法第359条的部分。那另外他有提到，因为电子记录本身具有可复制性，而又不具有损耗性，所以说如果要回复被删除的电子记录也不是那么的困难。所以在解释上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电子记录遭到无故删除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网络电脑使用之社会安全秩序遭受破坏的危险。那至于这个电子记录能不能事后回复，就不亦无碍于删除之成立。简单讲，就是这边所看到的，删除并不以使电子记录永久消除而无法回复为必要。也就是说，我今天删的就是删了，纵使之后有被救回来，也不影响到这个东西已经被破坏掉的本质。所以说，纵使之后可以回复，而不是永久消除，它仍然是属于破坏，也仍然是属于删除。所以说才会看到，虽然说这些资料在后来被工程师有救回来了，但是并不影响到这一位黄某他已经有触犯了第359条的构成要件。其实用人管理一直是治安面上面很难解的一个问题，毕竟人有人自己的想法，人会有精神不集中的状况，人还会有情绪。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不像电脑一样这么的稳定，只要有一点点小差池就会出问题。那人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生物，所以说在 CNS 27001里面，其实也对于人员管理拉出了它所谓专门的控制项。CNS 27001第控制措施的第6大点里面所提到，他把人员管理拉了这8个控制项出来，包括了筛选，包括了聘用条款及条件，包括了资讯安全认知及教育训练，包括奖惩过程，包括聘用终止或变更后之责任，包括机密性或保密协议，包括远端工作，以及包括了资讯安全事件通报。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看一下，这其实它还是从前中后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判断。就筛选来讲，跟聘用条款及条件来讲，它其实是在前端人员要进来之前，我们必须要对它做一定程度的挑选筛选。我们必须对这个地方设定条件，用契约来规范这个人员他对组织他有哪一些安全条件、安全规范必须要去遵守。那在前面筛选的时候，当然就是在加入组织之前，我们必须要对他进行背景调查，而且要持续的进行，要把这个职位、这个工作上面所应该要考量到的条件都把它放进去。OK， 所以前2个筛选跟聘用条款及条件，也就是入职之前的准备的东西，包括了选人，包括了契约。OK， 那契约里面放的东西当然很多，还有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人进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对他施以资讯安全认知以及教育训练。在这种状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跟相关的人员都应该要接受跟他工作相关的治安政策啊、主题政策以及适当的一些必要的教育训练。
那他进来之后，我们还必须要在工作契约里面去订定所谓的奖惩，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他进行奖励，但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对他进行惩处，违反了哪一些治安政策、哪些要求，他就有可能受到相对应的责任跟处罚。那接下来包括了聘用终止跟变更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契约终止的话，或者是我们有改变他的工作内容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他必须要去负担哪一些责任？比如说，包括了我们人员离职之后，他可能还必须要负有一定时间、一定长度的资料保密、机密保密的义务。OK，这都必须定在契约里面。包括我们前面的聘用条件，包括了我们的奖惩过程，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员离职之后的一些相对应的责任，这些东西其实都必须要定在契约里面。那接着我们看到机密性或保密协议，也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员，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所必须要对他进行保密、对他加以负责的部分。OK，这里样契约里面都应该要呈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协议。那接下来在远端工作跟直通安全事件通报的部分，远端工作来讲的话，其实是因为这几年来了，其实说实在话，因为疫情的关系，人员的工作不有很大量的时间都不在我们实体的办公环境里面，那有可能会被拉到远端去，有可能在客户那边，有可能在自己家里面。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远端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哪一些必须去保护的状态？我们必须要保护组织外存取啊、处理或储存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另外，如果发生事件的话，当然这个地方就必须要去进行所谓的资讯安全事件的通报。那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机制，让人员能够去进行通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是涵盖了我们从人员进来工作环境中，一直到最后人员离职的时候，我们总共大概都要做哪些事情。这其实也就是为了避免最难受控的人员他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解决 ？OK，那回到我们的结论，其实电脑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重要工具。那我们其实真的应该要合理的使用电脑。那人员管理的确是实际工作上面很困难的一环。我其实常常在课程中都会提到，每次我们在统计的时候会发现，没错，资讯设备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因为人员的关系所导致的人员疏失所导致的损害，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虽然说跟个资是其中的一环，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资讯安全它的涵盖面是跟个资是相互有重叠，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可以的，我们真的必须要去注意资讯安全，尤其是人员面在我们生活中所可能面临到的相对应的问题。OK，以上是本周我想讲的个资与治安事件。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和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对法律、生活、新闻、社会、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感想。我是魏仁律师，我们下次再见。